随着宝可梦 XY 让玩家们见证了系列的本传作品终于进入全 3D 化，然而带来的感动还远不止于此。超越进化的超级进化，让穿搭更加丰富的换装系统，能和伙伴更加亲密的宝可派乐乐，还有成功将龙系拉下神坛的妖精系加入，全都让玩家们无不赞叹 Game Freak 的进步。然而却有小部分的声音抱怨着，本该在第5世代重置的丰原地区究竟啥时能玩到，却没想到这些声音居然也都传入了老大哥增田顺一的耳中了。嘿嘿，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欢迎来到宝可梦时光机。在上一集中，我们聊到了 Game Freak 用了3年的时间，创造出了为系列再度带来重大突破的作品《宝可梦 XY》，再加上各种媒体平台的相互配合，让宝可梦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同样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一部作品。增田顺一成为领队的第1部作品，如今也将重置归来，成为他的谢幕之作。与此同时，新时代的交接也在悄然揭开序幕。如果你们跟我一样期待的话，欢迎按赞、订阅、热推、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支持会带给我继续前进的决心。如果各位有兴趣看上一部影片的话，都欢迎点右上角资讯卡或下方资讯栏连结。就让我们赶紧开始喽！时间回到2012年11月21日，距离宝可梦 XY 推出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所以 Game Freak 内部也还在开发地狱之中。然而这一天，同时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10年前的这一天，也是系列的第3世代宝可梦红宝石、蓝宝石推出的日子，也因此增田顺一决定在这他与系列创始人田尻智真正意义上交棒的10周年，而同样在红蓝宝石开发时期加入团队的大森兹拉来会议室，并当场任命他成为下一部重制作品的掌舵手。收到这难得的机会，大森兹当然二话不说就马上接下了，然后才想起来自己在 XY 的工作都还没完成，所以他决定先将眼下的工作完成，重置的事之后再说。增田顺一有在事后的游戏攻略书访谈中提及，之所以会选择大森兹，除了因为根据以往习惯，他希望每部作品都由不同人来操刀。如果有关注这个系列，应该也能注意到，主要是因为通常下个世代的作品在上个世代推出后不久就会开始推进，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再让增田顺一花太多心力在重置或加强版上。在访谈中，他也指出，之所以要让系列从宝可梦黑2白2进入1年1部的年货状态，是为了能一直保持热度，也能跟上世界发展的速度。虽然以当时的发展状况来说，我觉得增田顺一的想法并没有错，但这同时也为系列未来的挫折埋下了隐患。当然，这些自是后话。另外就是当时大森兹年龄34岁左右，正好比增田顺一小了1轮12年，再加上大森兹同时满足了参与开发和游玩的过程，这些要素都证明了他是担任这部作品总监的不二人选。不过年轻同时也意味着经验不足，所以增田顺一并没有像以往只是下几句指导就离开，而是毫无保留的将10年前开发的所有秘密都交给了大森兹。但当然他还是把最终要吸收多少决定权留给大森兹。他表示自己也很克制，不要太常去检查，以防不小心做出过多的干涉。唯一从一开始就提出希望制作的，就是希望能增加更多关于天空的要素。同时大森兹也因为在原作担任地图设计师，自认对游戏中的一草一木都了若指掌，也知道该优化哪些部分。因此这次他决定要将前辈当初的理想带到现今的世界，想把当初从单色进化为全彩的感动，再次以2D 进化成3D 的感动进行复刻。而既然又回到了丰原地区，那自然也要回归当初的核心设定。大森兹也以此定下了这部作品的核心，截取自原作丰富缘分的新主题共存，为重制版的方向定下路标，展开创作。那么留给大森兹的时间总共有多少呢？1年啊，团队多少人？100人，这么拼？
好吧，那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情好了。新电视节目 Pokemon Get TV 2013年10月6日开播，继承了 Pokemon Smash 继续播出系列新动向的消息。接着时间来到 XY 发售之后，2013年12月25日 Game Freak 推出 Pokemon Bank 献给玩家作为圣诞礼物，同时推出了 Poke Transporter， 也终于让玩家能看 GBA、NDS 时代的伙伴重聚。之后进入2014年，又有无数小游戏在 3DS 推出，而其他媒体同样在发力。首先，动画宝可梦 XY 在4月3日开始放送4集特别篇最强超级进化，把镜头从小智身上暂时移开，来到了遥远的丰原地区。仅仅只用4集就成功向观众展现了丰原三神的威严，甚至能与超级进化轻松抗衡的实力，也让观众心中烙印下了新的名词——原始回归。之后7月19日，全新剧场版《破坏之剑》与 DNC 上映，不止了却了在游戏中没能见证2位传说发威的遗憾 ，DNC 也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唯一能够超级进化的本地种宝可梦。接着就在游戏外，同时也发生了相当重要的事件。在当初2013年1月8日 XY 公告将会全球同步发售，并支援跨语言时，相信很多人都相当期待吧。结果之后才发现，支援的语言分别是英法德意西日语。好不容易等到6月11日，任天堂又放出将再增加一个语言时，结果6月12日出来居然是韩语。作为世界第2大语系的使用者，当初大家应该都超级崩溃吧。所以就在2014年7月30日，住在美国哥伦比亚的中国人口天宇小土在百度贴吧发起了宝可梦中文化祈愿动议，正式敲响了华语圈玩家的觉醒钟。1个月就获得超过8500人的支持署名，最后凭借大家的努力，在美国时间8月17日上午，2014年的宝可梦世界锦标赛最后一天，中文化祈愿书顺利交到了真田顺一和负责宝可梦营运方向的石原和和手中。石原和和也在现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众人心中埋下了希望。虽然之后沉寂了数年，但是想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接下来的故事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玩到中文化的宝可梦游戏，真的都要为这群勇士献上敬礼。而当年的赛场上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双打对战大师组中，一只来自韩国的帕奇利兹就像误入战场一样，却杀出了群魔乱舞的超级进化环境，站上了世界的顶点。白色恶魔的名号至此永世流传。接着时间来到9月13日，老东家任天堂推出任天堂明星大乱斗 for 3DS， 真田顺一也派出了几位宝可梦登场，除了前作就在场的皮卡丘和胖丁，杜卡迪欧也获得了能在游戏中超级进化的能力，喷火龙和超梦也都独立参战并获得超级进化，并让卡洛斯的人气角色甲贺忍蛙加入战斗，还新增了非常多辅助宝可梦加入，让大乱斗变得更加混乱。然后镜头也差不多该拉回大森之身上，凭借动画的成功，越来越多人都非常期待重制作品中超古代传说宝可梦的展现，这让大森之倍感压力。不过其实重制作品比起新时代作品，可以说作为前车之鉴的参考物还是相当多的。回顾宝可梦火红叶绿、宝可梦新金魂银做出的更新，简而言之就是用新的主机性能重新诠释过去的作品，维持旧有味道的同时，融入能让新旧玩家都能感到震撼的新东西。但当然是听着简单，实际上要如何平衡，肯定会让人伤透脑筋。不过最终总算还是做出了连原作者真田顺一都能感动的作品。总算在11月21日，除了欧洲稍微延迟，宝可梦欧米茄红宝石、阿尔法蓝宝石超级回归。
如果说看到宝可梦 XY 那第一次 3D 化的开头，让我感受到全面进化的震撼，那宝可梦欧米加红宝石、阿尔法蓝宝石就是让我感动到鸡皮疙瘩掉满地。开头熟悉的小田卷博士用像素的形式向我们自我介绍，与原作之相像，搞得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开错游戏了。这真的是大神自在表现对原作的爱啊！我觉得这开场真的根本天才，因为随着镜头拉远，简单这几秒就能感受到技术进步的感动。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会尽量跳过原作有的内容。如果感兴趣的观众，都欢迎点右上角资讯卡回去看之前的影片。然后为了省点字数，请让我简称 ORAS。而本作的一周目就几乎保留的和原作一致，也同样是采用了原版的分割商法。欧米加红宝石的反派是熔岩队，阿尔法蓝宝石的反派是海洋队，所以对应的传说宝可梦自然也会根据版本而不同。这点老实说，我蛮不爽的。但我觉得可以到后面再一起聊。总之可以看出大神之相当用心的保留原作的味道，但当然同时也做出了非常多新潮的设计，比如说增加了非常多过场动画，让丰原地区又更加充满了自然生命的气息。同时音乐也做出了优化，毕竟上一部影片也提到 3DS 的性能比起以往完全是强了好几倍，所以许多过去的音乐和宝可梦的叫声都必须重新制作。大神之在后续周刊发米通2015年1月的访谈也有提到，这是让开发团队感受到最多压力的地方之一。毕竟如果改的太多，会失去当年的味道，让老玩家不满；改的太少，又不符合当今的调性。更别提这不只是老大真田顺一的第一部正式作品，同时他也是负责编曲的人之一。难以想象他们是抱持着多么忐忑的心情创作。再来游玩路线的优化，省去了以往非常多需要来回跑的设计，比如说以前自行车一次只能领取一台，这反而类的设计在 ORAS 就全数修改。为此还新增2台都需要用到的任务路线，还让脚踏车终于可以骑进高草丛，同时也优化了很多路线，让玩家不必再为迷路或解谜太困难所苦。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原作那会摔烂屁股的天空之柱，终于也改为了更简单但更壮观的设计。虽然也有老玩家抱怨太简单没仪式感，而第6世代开创的 PSS 宝可派乐乐超级特训这类新系统毫不意外也全数加入。超级进化这人气系统想当然也一并加入。在 Nintendo Dream 杂志第254期，大圣之在访谈中就有说明超级进化的选择标准。他会和艺术总监三森健还有对战总监森本茂树讨论。首先当然人气宝可梦，但在剧情中有重要地位的宝可梦都会获得，比如赤焰松的喷火陀和水梧桐的巨牙鲨，还有大吴的巨鲸怪。有趣的是原本考虑到巨鲸怪飘起来了，所以打算给它漂浮特性，但后来发现这样它就真的太无敌了，所以又修改掉。还有一些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宝可梦，像是大比鸟，大圣之就因为是第1世代晋级的长幼宝可梦，所以选择让它获得，而不是第3世代的大王焰。也有些是为了平衡 XY 中太强大的超级进化而选择加入。还有像是负责作为搞笑担当的超级带壳兽，也有不少宝可梦像是沙漠蜻蜓，三森健就明确表示在 XY 时期就已经设计过，但最终还是拿不出满意的设计而作罢。所以在本作中虽然有新角色哑铃的搭档是他，依旧没能看见他获得超级进化。沙漠蜻蜓真的会哭晕在厕所。原作的宝可梦导航器也获得进化成宝可梦多功能导航器，常驻在下一幕，可以用来看地图，与其他训练家约在站。电视导航可以接收其他玩家的消息，图鉴导航则是可以让玩家在游戏中收服到特别的宝可梦，整体有点类似第5世代时出现过的机制。这个设计让大森之相当有心得，他在攻略书访谈中提到，他是参考了原作中有在路上会听到该地区宝可梦叫声的设计，所以才新增了这种特有的遭遇形式。玩家必须小心推动摇杆慢慢靠近，如果不小心推得太用力，宝可梦就会被吓跑。随着调查次数越多，就能获得越多这种宝可梦的资讯，并且以这种形式遭遇到的宝可梦就有可能会更加稀有，比如学会特别的招式、隐藏特性，甚至是闪光都有机会。大森兹认为这能让玩家感受到自己真的与宝可梦共存着。有趣的是，大森兹还提到图鉴导航刻意使用了传统像素画风的宝可梦，这也是在展现他对原作的致敬与爱。可以看出他非常努力的在做出平衡。唯一让我觉得相当可惜的地方是换装系统怎么没跟着加进来？虽然这次有重新设计了服装，也有非常多因应不同场景的服装，像华帝大赛的服装我就非常喜欢，但我也
也想看小瑶自建议更多双版啊。不过华帝大赛的更新也真的让我相当惊艳，虽然游玩机制与原作完全一致，但是看着伙伴们在更加精致的舞台上表演，甚至还能够使用超级进化时，心里真的会非常感动啊！真的会不断想拍照记录下每一刻。而且制作组还特别设计了5种特殊的换装皮卡丘，能够使出本来皮卡丘不可能学会的招式，尾巴也与正常不同，末端是黑色的。他们的出现让玩家能更轻松的上手华帝大赛。当被问到为什么会这样设计，真田顺一的回答也非常简单明了，因为大家都认识皮卡丘。本作也设计出了一位华帝大赛的劲敌刘奇亚，同时她还是本来作为华帝大赛代言人的米可丽的外甥女。那既然都聊到劲敌了，在本作中他们的登场次数有所增加，像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新增了原作没有的和劲敌组队双人对战的段落，还有成为冠军后对方会最后再向玩家发起挑战，之后2人还会一起结伴回家，2周目结束还有一起看流星雨的剧情，真的是让人不禁想说2位主角明明在漫画宝可梦特别篇已经修成正果，甜到让人蛀牙了，怎么在游戏就还没有成真啊？真的是不用迟疑了，各位，赶快去看吧。另一位大家可能比较没印象的劲敌满冲，这次也有更多塑造，搭档也从原先的沙奈朵更改为更符合他形象的艾露雷朵。想来他的故事也是相当励志，从原先病弱只能远离城市安养的孩子，到后来凭借自身的努力，成功成为顶尖训练家，丢球姿势和眼神也都肉眼可见的变得利落。不过后面有点走火入魔变配种达人就是了。游戏中其他人物也都同样变得更加完整，比如表情系统让玩家能更直观感受到他们的个性。大吴从原先总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形象，改为了也会有紧张不成熟的一面。在 Nintendo Dream 访谈中，大森兹为他加上了补充，因为想不透也解决不了的难题被主角化解了，自觉不足的他才会将冠军让给米可丽，再度踏上旅途。虽然有人觉得这折损了他的形象，但我反倒觉得这使他更像个正常人了。4天王也都有更多形象的显现，像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波尼似乎常常去紫锦美食广场吃紫锦什锦面，而且吃的速度很快，还常常吃得满头大汗。最诡异的则是芙蓉在宝可梦联盟开战前对话时，会看到有2位小女孩在她身后，但是对战结束，2人却完全不见踪影，恐怖哦！还添加了隐藏设定，大紫锦股份公司为地主公司德文以前的对手，后来因为破产淡出了历史舞台。紫锦市和道馆馆主铁玄就曾经任职于那间公司，也因为加入了这个设定，紫锦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了类似百货公司的室内城市。但原先的游戏城因为现实的法律问题遭到拆除，在游戏中还留下非常感谢长年以来的惠顾的字条，属实是挺搞笑的。原作中的废弃船也改为是公司遗产海紫锦，其他也有新增很多与 XY 呼应的要素，比如紫锦市与密阿雷市成为友好城市，还可以找到灵镜塔和精炼之塔的照片。德文公司之所以能战胜大紫锦公司，是因为他们从 AZ 的最终兵器获取到灵感，发展出将生命能量转化为无限能量的技术。另外在琉璃市中央种植着一棵树，根据对话和大树下的一朵永恒之花，可以判断出种植这棵树的正是 AZ。还有主线故事对熔岩队、海洋队的刻画也更深刻。大森兹在 Nintendo Dream 表示，虽然原作也有他们目的的描写，但总觉得还是不够明显，所以这次就设计让玩家能够更加理解他们的理念，也为了让他们的形象符合共存的核心，设计上让2个组织内部文化体现在外观上。在游戏中也有队员向玩家透露，其实2位老大曾经在同一个组织是同事，加深了他们之间兄弟情的味道。一周目中期还让拉蒂兄妹也加入进主线之中，不需要透过活动也能与他们相遇，这点值得点赞。在一周目末期，大吴会赠送无限之笛，就可以召唤拉蒂兄妹使用超级进化翱翔高空，这就是大森兹对真田顺一希望天空要素所给出的答卷。在高空中和海底与洞窟相同，会遭遇到野生宝可梦，但最棒的肯定是可以鸟瞰整个丰原地区，壮观程度相信完全不需要我多说，还能借由他们的协助前往无法正常抵达的未知岛屿，捕捉其他世代的宝可梦。本次的传说大礼包也是透过这个方式赠予，只能说大森兹这设计真的太美了。而且有趣的是，这些传说宝可梦都是透过神秘的圆环给召唤出来的，虽然在游戏中完全没解释为什么，但相信聪明如各位也都猜到了，这正是在暗示下一部剧场版光环的超魔神胡帕。虽然因为剧场版推出是在没有本传游戏的2015年，所以票房并不亮眼，但是故事中那传说大混战的精彩画面，相信你各位就算没看过剧场版也一定看过片段，至少库拉多孤零零不会飞的名场面大家一定都看
过吧。那么既然都聊到天空和传说宝可梦了，当然还有最重要要聊的新增剧情的部分。在 ORIS 中，制作组当初就以揭晓超级进化的秘密为其中一项目标，所以冠军大武也从原本单纯的石头控变成了调查超级进化的研究员。想当初在石之洞窟看着他那在壮观壁画前的背影，属实带给了我不小的震撼。而且2种版本的壁画分别对应一半的故事，也难怪大武看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而中 Episode Delta 新加入的第3势力流星之名西加纳，将我们拖入了全新的事件当中。一颗陨石正朝着这颗星球前进，而原本打算利用熔岩队、海洋队唤醒海陆双神，借此吸引裂空座注意的他，却没想到被我们这个局外人彻底打坏了计划。因此他只好一边收集超级进化石，一边寻找能让裂空座超级进化的方法。在这个篇章中，也终于揭晓了超级进化的秘密。原来在数千年前，就曾经有陨石坠落在丰原地区，而裂空座就成为了世界第一个超级进化的宝可梦。而陨石带来的能量也化作为超级进化石。之后来访的 AZ 便将一部分的超级进化石也带回到了卡洛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洛斯并没有本地种的超级进化，因为超级进化本来就不是来自卡洛斯。虽然，但是我觉得这样卡洛斯也太可怜了吧，地区特色被人家整锅端走。而故事中的流星之名就为了守护丰原地区，努力寻找裂空座破坏再度坠落的陨石。不过在故事中也能看出他的行动非常毛躁又缺乏沟通。故事中有一段，大家本来打算把陨石传送到其他次元，他却直接摧毁大家的心血，表示这可能会让没有超级进化的平行宇宙灭亡。说真的，我看到那一段有点出戏，所以现在是要搞多元宇宙这套了吗？不过后来我们在海岸偶然遇到失忆的帅哥，他也表示自己是从其他宇宙来的，所以西加纳的说法或许还有点道理，但这就导致不少玩家都觉得他很不明所以。不过这点其实是制作组有意为之的结果。大森兹在 Nintendo Dream 有说明，在设定上西加纳其实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没有强大的实力与人脉，更不是特别聪明，但他却是最早意识到有灾难要降临的人之一。制作组想呈现的就是无能为力的人的挣扎。这样一听他的故事还真的是相当令人沮丧啊！最终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辛苦召唤来的裂空座被主角收服并登上宇宙。要说他是系列最惨的人之一也不为过，但主角也继承了他的意志，使出精彩的画龙点睛，破坏了陨石，并把躲在其中的戴欧杰西斯逮了出来，成为了系列首个不需要活动也能透过正规途径取得的幻之宝可梦。而随着玩家成功驯服它，也宣告着 Episode Delta 正式落幕。而随着宝可梦欧米加红宝石、阿尔法蓝宝石结束，增田顺一的宝可梦开发之旅也悄悄画下了句点。有趣的是，在古希腊字母中，阿法是第一位，欧米伽是最后一位，分别象征了起始与终结。所以在早期的非官方翻译，也有人叫这部作品终极红宝石、原始蓝宝石。这不只对应了2位传说回归原始的特性始源之海和终结之地，同时也意外对应了增田顺一的宝可梦游戏开发生涯开始于第3世代，也结束于第3世代的重制作品。虽然在这部作品上市之后，他还是一直担任制作人或是总监，直到第8世代，但在内部决策上，他几乎都让给了新世代的人。不过在2025年，社群传出一篇内部会议，提到是因为增田顺一太过专制，所以才被撤下。听完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剧本我怎么好像看过了？当初也有声音表示创始人田尻智就是因此被撤下。当然我不是要说所以是假的，但就会让我稍微怀疑真实性了。所以在我得知这个资讯的快1年间，我也是很努力的在网络上找相关的线索或证据。结论就是我也不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增田顺一创造了宝可梦最辉煌的时代。从原本大家都以为要结束的第2世代接手，扛住了压力，带宝可梦进入彩色纪元之后，又不断向世人证明系列还能够走得更远。所以即使他的旅途即将画下句点，他所做出的贡献，相信各位粉丝一定都跟我一样铭记于心。OK， 那么最后在聊到我的感想之前，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小铃铛、分享这部影片。整理资料、制作影片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愿意使用，超级感谢，真的会带给我非常大的帮助。你们的支持会带给我继续前进的决心。我一开始对本作就保有非常高的期待，因为能在我小时候玩过最多次的丰原地区，使用最潮最帅的超级进化，光是想象就让我兴奋不止。而实际上 ，ORIS 也确实在原作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我非常喜欢
欢的改动。除了前面我聊到的非常多东西以外，还有我来不及聊的，小田卷博士会一天到晚被追着跑，趁此机会我们就能获得245世代的初始宝可梦。是说被老婆追叫我们拿宝可梦出来有屁用啊？跟上时代的昼夜设定，能量方块改为1人就能完成，终于不用再找根本找不齐的3位好友。狩猎地带取消，让玩家可以随时进出，不再被限制。训练家版群聚对战，让反派终于像个反派，不照1回合动1次的规则走了。才刚开打就要被呛5阶武功，真的很哭腰。巨牙山和盖欧卡杜还有专属模型超级秘密基地，让玩家时隔多年又能再次打造自己的小天地，并增加白金版的争夺旗帜兼积分功能。有趣的是，还可以透过 QR Code 在网络上分享秘密基地，让人不禁感慨科技的进步。这些充满细节的设计都让我感受到大森兹对这部作品的爱。但是非常可惜，我和大部分玩家的立场一致，这次的重置并没有做到像青金魂仪那样让我挑不出缺点。游戏中有相当多令人惋惜的地方，比如说因为是以红蓝宝石为蓝本，因此绿宝石才加入的对战开拓区惨遭删除。同样源自绿宝石的道馆馆主重复挑战，还有熔岩队和海洋队皆为反派的设计移除，所以我心里才会感到遗憾。还有就是小妖怎么不能换装啊？不过能在1年内制作完成已经非常不容易，最终销量1462万，虽然没能超越原作的1622万，但也站上了 3DS 的销量第4名宝座，属实已经非常不容易。而随着真田顺一卸下职责，宝可梦的新时代也揭开序幕，而谁也没想到下场战役将会让宝可梦又再次登上话题榜首，打下下一段10年的辉煌。那么最后有任何想聊的、想指正的、想分享的，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一起讨论。希望所有古今未来的优秀作品都能被世人看见并记住。我是小易，这里是宝可梦时光机，下次就让我们在智慧型手机上再见喽 ，See ya。